生气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。来自微信公众号励志语录。日久见人心，生气看人品。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人，为了保护自己，迎合他人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戴起来面具。在这样一个人人伪装的社会中，想要看清一个人绝不是一件易事。但只要是伪装，就一定会有破绽。在一个人气火攻心、失去理智时，一切的伪装都会随之消失，他的真实面目也就一览无余了。所以，想要看清一个人的人品，用不着千方百计的试探，只要在他生气时，看看他是喜欢迁怒于人，还是能够自察内省，这个人如何也就看得8、9不离10了。生气既能成人，也能毁人，关键看的就是如何选择。1. 生气时只顾发泄自己的人，人品差劲。人有7情6欲，生气是在所难免的。但在面对生气这种情绪时，如何控制自己，却是一个人修养和品德的体现。梁实秋说，血气沸腾之际，理智不太清醒，言行容易于分，于人于己都不宜。一个人在生气时，往往是失去理智的时刻，内心被愤怒所充斥，根本无从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后果。所以，生气时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，而不顾他人感受的人，不是坏人，但一定是个品格上有缺憾的人。曾看过一个故事，名叫《生气的骆驼》。一只骆驼在沙漠中行走，正午的太阳晒得它又饿又渴，焦躁万分。正在这时，地上的一块玻璃碎片把它的脚掌硌了一下，疲累的骆驼抬起脚，狠狠地将碎片踢了出去。谁知这一踢，竟不小心将脚掌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，流了很多的血。骆驼更生气了，一瘸一拐地走着，一路上血的味道引来了很多野兽，骆驼只能拼命地奔跑。结果在仓皇之中跑到了10人蚁的洞穴附近，不一会，骆驼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临死前，骆驼追悔莫及地叹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跟一块小小的碎玻璃生气呢？”人的情绪中藏着最真实的修养，而人在极端的情况之下，很容易会暴露出自己的本性。生气就是验证一个人人品好坏的最好方式。但丁曾说过的一句名言：容易发怒是品格上最为显著的弱点。如果一个人一生气就翻脸，就四亲不认，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，那么这样的人势必是心胸狭窄，人品差劲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个世界正在逐渐惩罚那些不会控制自己情绪的人，因为他们造成的损失往往不仅仅是对自己，更是对别人。2. 生气时还能保持修养的人，值得深交。看别人不顺眼，处处都要挑人刺，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。杜月笙写道：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，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，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。情绪以身俱来，但一个能在发泄中还顾及别人感受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。毕竟，一个层次不够高的人，只能依靠生气来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体现自己的存在感；而一个层次高的人，控制得了自己的情绪，做得到宽厚待人，反而会是人群中闪光的存在。之前知乎上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专门的话题，话题中有这样一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一家大型超市中，当时正在进行蔬菜的打折促销，人挤人，难免会发生碰撞。
一位大婶在选购时碰倒了在一旁的一个孩子，孩子摔倒在地上，哇哇大哭。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位大婶非但没有任何抱歉的意思，反而对着一个孩子破口大骂，脏话一句接着一句。旁边的人纷纷劝他收敛一点，谁知他变本加厉，伸手推了孩子。但反观孩子的妈妈，只是默默地拉起来孩子，拍了拍衣服上的灰，对孩子说：“你要谢谢这位阿姨，教给你以后在人多的地方要保护好自己。”妈妈说完，孩子走到这位大婶面前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谢谢阿姨。”然后母女二人离开了现场。人在愤怒的那一瞬间，智商为零，难免会做出一些伤人的事情。但那些修养够高、品德出众的人，从不会让愤怒的情绪成为自己伤害他人的借口。他们在面对情绪时，往往会展示出惊人的自制力，所以他们总是会很快地冷静下来。生气是最无用的情绪，毕竟它除了带来伤害，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。所以，情绪上头时，不妨静下心，放下情绪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很多让你暴怒的事情，其实都不值一提。一个人之所以受到尊重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富有，受过多高的教育，而是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教养。3. 控制得了情绪，才掌握得好人生。发脾气是本能，控制脾气却是本领。常常有人称那些可以控制自己情绪、心平气和解决所有问题的人为高情商。何为高情商？心理学家是这么解释的：高情商就是把不能控制的情绪变为可以控制，从而增强理解他人及与他人相处的能力。生而为人，我们都会有情绪失控的可能，所以那些能快速地冷静下来、控制情绪的人，也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佼佼者。越是成功的人，越懂得戒掉情绪的重要性。面对情绪，看的不是一个人能多么的善解人意、感同身受，而是他的克制能力有多强。生活不易，在人生的大风大浪面前，谁都有过满心怒火、不得不发泄的时候。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就越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能力。一个情绪不自控的人，一定是与成大事无缘的，缺乏自制和忍耐的性格，只会让自己的生活极为可怕。只有控制得住情绪的人，才能料理好问题不断的人生。情绪就是心魔，你不控制它，它便吞噬你。发泄情绪并没有错，错的是你用错了方法和利用生气伤人的肆无忌惮。有句话说，不遇事风平浪静，一遇事惊涛骇浪的人不能深交。确实，一个人在面对情绪的态度，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和修养。当一个人能在生气时，都可以时刻注意自己的修养，能心平气和地面对所有纷争和无可奈何时，也就成就了自己。这样的聪明人，从来都不缺少别人的真心相待。往后余生，愿你我都可以不困于心，不乱于情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做情绪和人生的掌控者，成就快意人生。